男人脚下步步生莲，他此刻正漫游在宇宙当中，缓缓走向月球。经过多年的苦修，悉达多终成佛陀。他已知晓万物宇宙，明白了什么是终极真理。他将真理用最简单的方式传授给大家。这天，悉达多在路上遇见一位气绝者。他来到气绝者身旁坐下休息，他身上的光辉与众不同，让气绝者忍不住上前询问悉达多的恩师究竟是何方神圣。悉达多将自己的3位恩师说出后，气绝者又问他究竟是哪一位导师教会了他终极真理。悉达多坦言无人教授，终极真理是他自己证悟的。可气绝者却不相信，他不认为会有人在没有导师的带领下能够独自证悟。他气急败坏地指责悉达多，一定是他剽窃了导师的成果。面对气绝者的恶语相向，悉达多却毫不在意。稍作休息后，悉达多再次启程。这一次，他来到了乔晨儒等人修行的住处，他们仍然在徒劳地进行着苦修，看上去毫无进展。悉达多庄严神圣的气度吸引到了他们的注意。他走到院子中央，告诉乔晨儒等人自己已经找到了真理。可乔晨儒不信，一心认为悉达多是来折磨和蛊惑他们的。直到悉达多提点了他，乔晨儒闭上双眼，用心看清了悉达多的全貌。佛陀的光辉令在场的人折服，乔晨儒等人立刻心悦诚服地跪拜在他的脚下。他们在树下席地而坐，认真聆听悉达多讲授的真理。悉达多将自己悟得的真理简要告知众人。他说：无明而有苦，误解、忧虑、贪婪、愤怒、傲慢、妄想、嫉妒、恐惧，都是源于无明。幻想则与之相反，此乃两性手持中道，不偏不倚如北极星，不恶己身，亦不耽于欲望。专注中道，如果认识到邪恶只是魔业幻想，那一切的烦恼自然就会熄灭，我们便能体会爱与包容。这两种感觉本质相同，若有此感受，则再无怨恨。悉达多日日教授着他们，无论是院中还是河边，都留下了悉达多的真理之音。在河边，悉达多阐述了四圣谛和八正道。所谓四圣谛，即为真理。第一，苦无可避免，如影随形；第二，苦之极具执着他物，而无厌足，其终归易散，又以何为凭？第三，解脱之道在于意识思辨，专注自身，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方至和谐圆满。第四，有一条路可引领我们远离诸苦，达成真理。乔晨儒忍不住地问：那是什么道路？悉达多回答：那便是八正道，通过正见、正思维、正念、正语、正业、正命、正精进、正定，指导我们的行为。在悉达多的教导之下，乔晨儒领悟得飞快，他学会了悉达多所讲述的所有真理，佛光也渐渐在他的身后显现。悉达多带领众位弟子于山崖之上看万里河山，他即将和弟子们一起传教真理，让众生得到真正的解脱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男人跌跌撞撞来此，他抱着必死的心态，险些就跳下了悬崖。幸而悉达多出手相救。原来这个男人是富商之子，他从小就含着金钥匙长大，拥有一切的财富和快乐，可他依旧感到苦闷。在如此奢华的生活之下，他逐渐找不到自我，也找不到生活的意义。悉达多告诉他，人生欲望便如同做了一个梦，一旦得到满足，就失去了期待已久的梦了。生命的瞬间如指尖水流。耶舍向他问道：所以没有什么是永恒的，对吗？悉达多回答：是的，忘记尘世的欲望幻想吧，生死都不带走，也给不了你任何东西。畏惧生命流逝，先要否认它的存在，去捕捉那个潜藏的我吧。悉达多的话令耶舍陷入沉思。就在悉达多即将离去时，耶舍虔诚地拜倒在他的脚下，希望能收他做弟子。悉达多同意了，有教无类，他愿意将智慧传递给每个阶层的人。耶舍便这样放弃了自己的一切，成为了比丘。就在这天晚上，耶舍的父母寻来，面对成为气绝者的儿子，富商感慨这一切都是自己的罪孽。可悉达多却说，为什么不能是德行呢？千百年来，我们往往只是指责他人的罪孽，而这需要经典和学者来帮忙洗脱。我们祭祀献祭，但我肯定一切罪行的源头都源于我们自己，也唯有自己才能打开解脱之门。这全新的说法和解释打动了富商和妻子，他们也恳求做悉达多的弟子。对此，悉达多依旧同意了，并体谅他们的身份，同意富商和他的妻子依旧维持自己的生活进行修行，只需要手持5戒即可。所谓的5戒，便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邪言、不妄语、不沉溺于饮酒，
隔天，悉达多告诉自己的弟子们，自己将要前去寻找摩羯陀王。他曾经向摩羯陀王承诺过，倘若有一日自己证悟了真理，便会与摩羯陀王分享这一真理。就在悉达多和弟子说话间，院子外面来了不少百姓，那些都是耶舍的亲朋好友。在耶舍的影响下，越来越多的人想要做悉达多的弟子。悉达多都同意收下他们，并悉心教导他们身为比丘应当严守的规矩。成为比丘的第一步，首先要做的就是剃掉头发，这意味着割舍过去，也割舍掉自己的傲气。接着穿戴弃绝者应当穿的修行衣，听法之时要像莲花花瓣一样张开自己的手掌。新入门的比丘高声言诵着我皈依佛，我皈依自相之法，我皈依爱与慈悲的团体。说完这3句皈依，他们便正式成为比丘。悉达多向大家宣布道，今日我们担起了一项重大的责任，那便是为人类宣示解脱。今日我们互相告别，每个人都有要去的方向，大家分道而行，至高真理由我亲自正德再向你们宣讲，这同样的讯息你们应当传授给每个人。智慧的种子已被悉达多亲自播撒，只等着草木成茂林的那一天。悉达多先行离开，众弟子为他撒花祝福。晚上，悉达多走在前往摩羯陀王宫的路上，天色渐晚，他需稍作休息。恰好他来到一处静修林，这片林子的主人是优楼频罗迦叶仙人。他见悉达多神采非凡，知道他已成圣人，便请悉达多到自己的草屋歇息。可悉达多却不愿强占仙人的草屋，只愿睡在另一旁的草屋里。仙人的弟子解释说，那间草屋中有蛇尚未赶走，贸然入住恐有生命危险。没想到悉达多只是微微一笑，径直往草屋中走去。他盘腿而坐，预备禅定。就在这时，柴堆里的蛇慢慢爬出，来到悉达多的面前。悉达多对着蛇缓缓劝说道，朋友，请回到林中去吧，这里对你不安全，即便你不伤害别人，也时刻都有生命危险。听了悉达多的话，那条蛇竟低下头向悉达多虔诚叩拜，然后慢慢爬出了草屋。这一幕恰好被仙人的弟子看见，他惊讶于这一神迹，几乎说不出话来。第二日，仙人为弟子们授课，悉达多却独自来到河边修禅。结束授课的仙人来此寻悉达多，他疑惑于悉达多为何不去听自己授课的内容。悉达多轻声解释说，您在教导您的弟子，若我当着弟子的面对您发问，岂不是让您难堪吗？仙人并未因悉达多的话而感到生气，反而坐下，请悉达多不要有所顾忌地畅所欲言。悉达多说，您认为苦是真实的吗？仙人认真地点了点头。悉达多接着问道，苦的背后自有原因吗？仙人再次肯定，是这样的，因有缘故，所以有苦，那缘故终结，苦也随之终结。正如阳光能驱散黑暗，悉达多的这番话还未能说完，便遭到了仙人的打断。他认为悉达多所说的话只是源于自己的经验，他早前听闻悉达多质疑那些经典和学者，便直截了当地向悉达多问出那句话，那些宗教的仪轨神通和祭祀究竟是否有用呢？悉达多略作思考，看向一旁的河流问道，如果有人想到河的另一边去，那该怎么做呢？仙人举例出各种办法，不外乎是游泳、划船等。悉达多继续问道，倘若这个人不想游泳过河，也不想划船过河呢？仙人这时说不出话了。悉达多表示，那他只能向神灵祈祷，让他直接飞到河的对岸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用智慧降服了欲望和无知，又怎么会找到至高真理和解脱之道呢？一味的祭祀或者是献祭，他只会永远停留在原地。短短的几句话，简单易懂，却将最深刻的道理阐述明白，这令仙人万般折服。他虔诚地向悉达多进行跪拜，并恳求悉达多收自己为弟子。就这样，仙人及仙人的弟子便从此剃发出家，成为了比丘，跟随悉达多传到四方。悉达多的队伍逐渐强大，而他的名声也早已传到了摩羯陀王宫。王宫里的大师们愤怒地斥责悉达多是骗子行径，但他们依旧没有过分担忧，因为他们坚信摩羯陀王会处理这个骗子的。可当摩羯陀王来到悉达多禅定的树下，他一眼便认出了故人，也明白故人是为了遵守当年的承诺而来。悉达多站起身来，表示智慧无处不在，太阳、月亮、星辰与天河，无上的真理，每个人都能够拥有。听完以后，摩羯陀王跪拜在悉达多的面前，
恳求他能收自己做弟子。悉达多同样也同意了。摩羯陀王邀请悉达多和他的弟子一同前往王宫赴宴，并进一步为自己解说真理，这让那些尊者和大师们感到不安，因为他们是有私心的，担心民众们一旦拥有智慧，自此便不会再听从自己。于是为首的大师想出了一个恶毒的办法，既然摩羯陀王已经被悉达多蛊惑，那他就再找一个愚蠢自大且勇武的刹帝利来统治王国，以此来维系他们用宗教控制民众的欲望。而这个人便是摩羯陀王的儿子。原来摩羯陀王的儿子十分厌恶悉达多，丢弃刹帝利的荣耀，跑去当弃绝者的行径。大师的话成功挑起了摩羯陀王储的怒火，而这一怒火即将对准悉达多，悉达多又该如何应对呢？